女人大婚当日竟被婆婆要求检验是否为处子之身，这引起了娘家人的不满。我家娘子清清白白，为什么要验？你们这是糟蹋人！哼，她要是清白的，有什么不敢验的？今天不验个清白，就别想进我陈家这个门。正当众人纷纷议论之时，新娘还是决定接受验身。可检验之后，下人说新娘是清白之身，婆婆此时傻了眼。她更是没想到此次事件竟然是新娘一手策划的。原来新娘名叫傅柔，她的父母因为缺钱，所以一心想让她嫁给有钱人，这也导致她成了19岁的老姑娘，还没有嫁出去。而此时她的弟弟傅涛竟然杀死了人，受害人家中索赔5000贯巨款。于是傅柔为了得到陈家的5000贯彩礼，不得不嫁过去。可是陈家的儿子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他便设计在大婚当日让未来婆婆拿到一张字条，字条写了傅柔不是清白之身，而陈夫人本就不喜欢傅柔，正好借此机会发难要验身后退亲，而傅柔则假装受到侮辱要撞墙自尽，却被一个男人上前救下。自此男人便对女人的美貌一见钟情。傅柔虽然不知道男人为什么会救自己，但也没有过久停留。她坐着轿辇打道回府，可陈家婆婆已经送过去了5000贯彩礼，他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新娘回到娘家？于是便气势汹汹的来到傅家要人。傅柔给陈夫人行了礼，说是陛下命令自己回娘家的。是啊，唐律上写了，女子在夫家受辱可以避回娘家，那唐律上的话自然就是陛下认可的。陈夫人气得火冒三丈，要她把彩礼退回。可傅柔却说自己是3媒6聘娶的正妻，怎么可以说退就退？陈夫人气急，要让儿子休了她。你凭什么休我？你不敬我阿娘？我还没有踏进陈家门口半步，何来机会不敬阿娘呢？无故休妻，这是罪。你这是要坑我陈家5000贯啊你！亲家，你可千万别是娘，他想在娘家守活寡，那就让他守到底。我这就赶回去。我要给我儿娶一个温柔听话的妾。傅柔又搬出唐律，说他儿子要是敢纳妾，那自己就穿着嫁衣，坐着花轿去陈府。妻妾一日同娶是可以判进大牢1年的。傅柔一番犀利言辞，把陈夫人对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被扶着出了门。然而傅柔之所以如此抗拒成婚，还有一个理由，便是他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未婚夫，名叫严子方。傅柔和严子方原本指腹为婚，但因严家得罪了陆家而满门落难，严子方也被赶走，最终落水而亡。两人的婚事虽然没有了，可这么多年傅柔仍然记得二人青梅竹马的情谊。这天夜晚，他想念严子方的时候，另一个男人从天而降，掉在了他的面前。傅柔仔细一看，竟然是新婚当天救下自己的男人。男人自从那天便对傅柔念念不忘，为了追求心上人，便去了傅家拜访，理由是想为去世的奶娘认个亲戚，决定认傅家三夫人为姨妈。三夫人知道他是鲁国公府盛家长子盛楚木，哪怕认亲的理由如此荒唐，也愿意热情招待，还留下他在府中小住。盛楚木不方便直接来找傅柔，便趁着夜色偷听傅柔讲话，却没想到会掉下来，吓了傅柔一跳。盛楚木怕傅柔对自己印象不好，慌忙解释说自己是在关心傅柔半信半疑。但是盛楚木却拿出鲜花送给傅柔，可傅柔并没有接受，还说让盛楚木以后关心离自己的院子远一点。盛楚木吃了个闭门羹，也并不气馁。作为各大青楼妓院常客的盛楚木，觉得傅柔迟早会落到自己手里。绝世美女竞选太子妃时，被太子一眼看上，不料接下来一个男人的话，竟毁掉了他的名节。陆家娘子不但脸长得漂亮，而且后腰上那颗红痣更是销魂。若是能娶回家，天天看着，那该多好啊！而太子也因为男人的话，便封另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为太子妃。然而这一切竟然都是绣娘傅柔所计划的。原来今天是陆盈盈和孙灵书2位千金要竞选太子妃的日子，而太子十分喜欢美貌的陆盈盈，因此当陆盈盈身着华服出现的时候，太子直勾勾的欣赏着绝色美女的魅力，而孙灵书舞蹈的时候，太子却没有多大兴趣。但突然在孙灵书的衣袖中飞舞出花瓣，漫天花瓣再配上她灵动的舞姿，竟然让太子一时看傻了眼，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盛楚木说他见过陆盈盈腰上的红痣，因为盛楚木本就是长安城有名的浪荡公子，因此他这样一句轻浮的话，便让太子心里有了疙瘩，最终还是选择了孙灵书做太子妃。而盛楚木之所以这样说，
便是为了帮自己的心上人报仇。他本来通过死缠烂打的方式，好不容易追到了心爱的女人傅柔，却不料傅柔家中被一把火全部烧光。这个事情也导致了傅柔家道中落，不得已进入韩王府中做一名绣娘。而傅柔知道放火烧光自己家的正是陆家，因此傅柔得知陆家小姐陆盈盈来府中竞选太子妃的时候，就开始留意有没有能让自己报仇的地方。他发现孙灵书因为自己的舞裙没有陆盈盈的好看而发愁，傅柔灵机一动，便主动提出帮忙。他把花瓣缝在了孙灵书裙摆的褶皱里。孙灵书的舞蹈本就灵动，于是花瓣变成了漫天的花海。再有傅柔的心上人盛楚木的加持，便成功让陆盈盈落选。可是盛楚木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竟然导致了与傅柔更久的分离。原来皇后也想早早知道太子选妃的结果，便来到韩王府中。可他一眼就看中了自己身后精美的牡丹屏风，他想见一见这个心灵手巧的绣娘。傅柔现身后，竟然被陆盈盈的父亲看出来她是盛楚木最爱的女人，因为在竞选开始前，他曾亲眼看见盛楚木搂着傅柔离开。他为了报复盛楚木刚刚对自己女儿所做的一切，便故意向皇后进言，说可以把傅柔调去宫中侍奉皇家。皇后当场下令，在场的人都无法反驳，傅柔入宫已成定局。可盛楚木好不容易让母亲点头同意他娶傅柔回家，但现在傅柔要进宫，他便冲动的想要去找皇后。可他的姐姐韩王妃拦住了他，给他分析了其中的厉害。你这是娶妻吗？你这是和皇后斗气。娘爷总嫌傅柔是个商户之女，如果傅柔真的做了女官，这身份就上去了，日后也好在鲁国公府站住脚。这才劝住了盛楚木，而盛楚木其实心中还是有点埋怨自己的姐姐。原来傅柔之所以会出现在韩王府中，都是姐姐韩王妃有意为之。韩王妃得知自己的弟弟非要娶傅柔为妻，也知道他家道中落，便安排他进来府中当绣娘，为的便是历练傅柔。可不管如何，傅柔还是马上就要进宫了。这对有情人约定，无论前面有多少诱惑，两个人都要守住彼此的感情，永远相互信任。然而誓言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女人因为在内衣里绣了金边而被皇上一眼看上，她也因此从女官变成了妃子。可这一切竟然是她的死对头所设计的。原来女人本是上荣局女官李典质，就在自己以为可以马上升职为司制的时候，这个职位却空降一位副司制。因此他虽表面辅助副司制，但心里十分不服。于是这天他得知副司制要送绣品去妍妃宫中，便把绣品端来给他。可傅柔已经进了妍妃宫中，才发现李典质给自己的东西竟然是坏的。他想找个借口马上离开，却被妍妃的下人催促着傅柔赶紧进去。傅柔面对妍妃的审问，坦白了绣品是坏的。妍妃问他为何说实话，而不是找个理由搪塞。他说的确是自己一时疏忽，没有好好检查，并保证明天黄昏之前为妍妃交上完好的绣品。妍妃见傅柔坦荡，便没有继续怪罪，只是让他为自己绣衣服和皇后宫中牡丹屏风同样大小的莲花屏风。而李典质看到傅柔能平安回来，很是吃惊。更让他惊讶的是，傅柔并没有提及损坏的绣品，只是向他要缺失的账本。李典质知道若给了他，自己也就彻底没有了权利，便找借口搪塞傅柔。但傅柔威胁他们，若不把账本交给自己，则要把这件事往上面告，看看有没有人管。二人没办法，只好把账本给了傅柔。此时两人还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就算把账本给了傅柔，他也看不懂。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傅柔出生商贾之家，从小学的就是算账，没过多久就从账本看出了部分物料缺失。查明后才知道，原来李典质私吞了宫中的部分物料，给自己做了华美的衣服。傅柔知道这衣服已经逾越了宫中女官的规定，便猜到她想做妃子。可李典质即使被拆穿了心事，也绝不认输。不过我也绝不会向你低头弃绕的。女官的着装要根据宫里的规定来遵守，就算你藏着再华丽的衣服，你也不敢穿出来。想引起陛下的注意，为什么不在日常的穿着上花一些心思呢？李典质则质问傅柔，是打算要帮自己吗？他觉得傅柔即使帮自己，也不过是希望自己为他卖命。况且因绣品损坏一事，二人已经心有芥蒂，没必要勉强在一起共事。就算你宽恕我，我也绝不可能再留在司制署。说得对，本官也希望你能早一些离开司制署。于是就在李典质转身离开的时候，傅柔提醒了他一句，能吸引人注意的，除了色彩，还有光线。而在傅柔的提点下，
他做出了精致的香囊，本来这香囊应该由司志亲自呈给皇上，可傅柔却要求李典质同自己一起去呈上香囊。二人将香囊呈上后离开的时候，皇上却一眼看到他官服在阳光下有粼粼之光，便派人宣旨让这个女人留下。女人说因为有些胶丝长度不够，无法做衣服，他便将胶丝绣在官服上。皇上一听便认定眼前的女人不仅蕙质兰心，还十分节俭，于是刚刚穿好衣服的皇上便因心动不得不再次脱下衣服，宠幸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李典质被升为了李宝林，回到上荣局，他叮嘱绣娘们以后好好跟着傅柔，而他则将自己收藏的各宫嫔妃的喜好送给了傅柔。他看到傅柔正在为妍妃绣莲花，便提醒傅柔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傅柔绣的莲花不美，那就得罪妍妃，如果绣得太美，那就得罪了皇后。傅柔经过李宝林的提醒，便用黑白二色绣了荷花屏风。妍妃看到这两个颜色绣的屏风，十分生气。难道你们司志署就没有五彩丝和金银线吗？还是你觉得本宫配不上那些贵重的物料？傅柔便说，只有用黑白二色，才能衬托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而也只有这样的颜色，才能凸显出妍妃的高贵。妍妃听了这一番话，便也不再生气。而妍妃的儿子周王此时对傅柔十分感兴趣，他还让傅柔为自己绣一个香囊。此时的傅柔并不知道，周王对自己的感情会给他和心上人带来很多波折。女人穿上华美的舞裙，只为得到太子的宠幸，却不料太子竟大发雷霆。你身为太子妃，不做宫中的榜样，反而在身上缀满了宝石珍珠，如此奢靡，德行何在？殿下，我只是……出去！太子妃被训斥后，走路又不小心撞到了女官。女官见太子妃行走鲁莽，又身穿华服，便出口训斥：“你是穿的什么呀？如此的奢靡艳俗，够了！我是太子的正妻，你不过是皇家养的一条狗，居然敢指着我的鼻子骂！”而皇后知道此事后，对太子妃十分不满，便让太子妃在自己宫外罚跪，作为对她随意打骂女官的惩罚。可皇后不知道，太子妃之所以今天行为莽撞，全是因为皇后而起。原来皇后一心想要让太子妃快点怀孕，但太子总是忙于政务，不肯亲近太子妃。太子妃便向制衣署的傅柔求助，希望傅柔能帮自己再做一件出色夺目的舞裙，以此来吸引太子的注意。可傅柔劝他说，夫妻二人相处更在于志趣相投。然而太子妃觉得傅柔并不懂自己的难处，便强硬的吩咐他照办。可是当事情被自己办砸了以后，他也并没有悔改之心，反而一心想要报复让自己受惩罚的女官司徒尚仪。这天他听说太子派司徒尚仪将10颗胶珠呈给皇上，太子妃的人便有意跟着他。果然司徒尚仪的衣角被路边的架子刮到，于是他只能先将胶珠放到一旁的架子上，等他将衣角拽出来时，又听到2个宫女在门口吵闹。他下意识的出门教训了2个宫女，于是太子妃的人趁机偷偷将3颗胶珠藏到了一旁的花瓶里。刚好这一幕被傅柔看到了，司徒尚仪回来发现胶珠数量少了，赶紧向太子请罪。可傅柔此时正好来为太子送绣品，见司徒尚仪正为了此事请罪，而太子妃则在一旁故意说司徒尚仪的坏。傅柔知道内情，便以试一试新桌布尺寸为借口，故意把下人引去那张桌子。下人也果然在桌子上的花瓶中找到了胶珠，而司徒尚仪此时也反应过来是有人要害自己，而太子见胶珠找到了，也不想再深究下去。聪明的太子也猜到胶珠是太子妃做的，但是他不但没有怪罪太子妃，还反省是因为自己冷落了太子妃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因此没过多久，太子妃便被诊断出怀孕了。皇后虽然开心，却觉得太子妃怀孕便不能伺候太子了，于是想要把之前的绝色美女陆盈盈也嫁给太子。然而傅柔与陆家有着血海深仇，他便故意说陆盈盈就像齐国公主庄姜，皇后也十分赞同，觉得陆盈盈和庄姜一样，都是美丽而且聪慧的女子。可傅柔却说起了庄姜的缺点，老天爷赐给她才华和美貌，却忘了赐给她另外一样东西。什么呀？子嗣。自古红颜多薄命，如西施、庄姜，越是貌美，这福运就越少。皇后听了傅柔的话，心里也不打算再把陆盈盈纳入太子宫中。傅柔此刻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番话将彻底扭转了陆盈盈今后的人生，而不知情的太子妃还以为陆盈盈是自己最大的对手。于是当看到陆盈盈在宫中出现时，
便命下人偷偷的浇她一盆水。而傅柔背负着对陆盈盈负罪的心理，便打算帮助她换一身新衣服。而陆盈盈因为这一件衣服，便把傅柔视为知己。傅柔没想到自己一心对付的人，竟然对自己如此真诚，而自己一直在帮的太子妃，还处处找他麻烦。原来自从傅柔出手帮助司徒尚仪找到鲛珠，太子妃便对他怀恨在心，于是总找借口对傅柔送来的绣品万般挑剔，还趁机让他反攻重做。此事传到了皇后耳中，皇后便为傅柔说话，她要太子回去告诉太子妃以后，不准再为难傅柔所管的司治署。太子妃得知此事，还以为是傅柔故意使坏，心里对傅柔更加埋怨了。然而太子妃此时却不知道，她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女人发现丈夫每天直勾勾的看着一个男人傻笑，而丝毫不搭理自己，就连和自己吵架后也去找这个男人安慰。更过分的是，丈夫竟然告诉妻子他要出去单独住几天。妻子知道他是想私会那个男人，便决定要扳回一局。她知道丈夫惦记的这个妓人名叫陈吉，便特意点名要陈吉到东宫来唱戏，可陈吉腿伤未愈。于是乐坊管事向太子妃求情，说他的腿实在不适合演难度过大的赵子龙，请太子妃换一部戏。这让太子妃十分不满。韩王府的乐坊管事可真厉害，还要教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奴婢不敢。奴叫他们演。刚好傅柔此时经过管事告诉他，这戏台子很高，陈吉腿伤本就尚未痊愈，若再从高台上摔下，后果不堪设想。陈吉与傅柔早就相识，因此傅柔绝不会放任不管。他命宫女端着红绸子走到太子妃面前，他说希望太子妃看戏的时候能把这些红绸系在戏台附近，毕竟太子妃有了身孕，这样做可以为腹中的孩子讨个吉利。太子妃听后没有多想，便命令他们将红绸系上。果然陈吉在演戏的时候因为扭伤了脚而摔下了戏台，不过幸运的是刚好摔在了傅柔系的红绸上，救了他一命。可此事竟然被皇后知道了。皇后不知道太子妃听戏是为了发泄怨气，只是觉得她不该听那些打打杀杀的戏，于是责怪她不知道要注意胎教。赵子龙七进七出长坂坡，打打杀杀，狂躁不堪，你竟迷恋这种东西，谁生个妓人事小？要是惊吓到太子的血脉，你担当得起吗？太子妃马上和皇后解释，说自己只是想敲打一下演赵子龙的妓人，因为他总是在太子身边蛊惑太子，还说自从太子将此人带入东宫，便每日游戏不务正业。皇后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质问他为什么现在才禀报此事。太子妃便说女官司徒尚仪早就知道此事，司徒尚仪正是皇后为了规范太子言行而放到太子身边的。此话无疑是打了皇后自己的脸。皇后质问他为何不规劝太子，他说太子已经决定要和妓人划清界限了，现在如果追责太子反而会有损太子清誉。此话让皇后怒不可遏。现在知道太子的情意了，太子犯错让你规劝的时候你在哪里？说完便将司徒尚仪拉出去杖责。皇后一气之下还召太子入宫觐见。太子说自己从未做过为人不耻之事，可皇后却说这件事别人还有可能说谎，但是太子妃绝对不会。太子这才知道自己是被妻子告发了。他回到宫中后不由分说就是一巴掌。太子妃，请太子妃受了委屈，便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妹妹，也叮嘱妹妹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怕皇上知道影响太子的地位。可是妹妹回家替姐姐抱不平，竟然把太子和妓人的事情和盘托出。太子妃的父亲觉得太子如此荒唐，对于大唐而言并不是好事，便将此事告知了皇上，希望皇上好好约束太子的言行。没想到皇帝当即发了火，声称若太子不能杀掉妓人陈吉，便一定会废了他的太子之位。傅柔在殿外听到了，他跑出去碰到了陆盈盈，便让陆盈盈帮忙传话。陆盈盈告诉陈吉说皇上对他动了杀心，让他快点逃走，但陈吉却觉得太子对待他如同知己，他愿意为了知己而死。于是当太子来到陈吉院中时，映入眼帘的竟是陈吉的尸体，这让太子十分伤心，并因此更加记恨太子妃和他的家人。然而这件事对陆盈盈的改变也很大。陆盈盈回想起陈吉对他说的一句话，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是生死，而是对得起自己的心意。于是他便打算不再任由家族支配自己的婚事，而是去寻找他最爱的男人。美艳的丫鬟要把初夜献给眼前的杀母仇人，男人刚得到女人后却转身要娶公主，然后告诉她，像我这种身份的人
虽然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妻子，但是我可以选择对谁好。可女人听后并没有反应，因为她还没有爱上眼前的男人。之所以委身于他，不过是为了报仇。女人原本也有自己心仪的爱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是家中的一场大火改变了一切。她的母亲惨死在火灾之中，但是她的未婚夫不但没有嫌弃家道中落的她，还在科举高中之后向她求婚。就在她刚刚答应求婚的时候，她的哥哥查出来，那场大火是陆家放的。于是哥哥决定潜伏到陆家的军队，伺机报仇。他不忍心哥哥一人独自复仇，便放弃了本该美满的婚姻，来到陆府，成为陆家少爷陆琪身边的一名丫鬟音儿。可是陆琪身边的大丫鬟玲珑一心想得到少爷的宠爱，眼见着新来的音儿十分美貌，便心中嫉妒。这天他发现了音儿手上贵重的镯子，便污蔑他偷东西。可音儿却说这是母亲留给他唯一的东西。两人正在争执时，陆琪看到前来阻止，并叫来了吴管家，问他认不认识这个镯子。吴管家说音儿来的那天手上就带着这个镯子。这件事使得陆琪对玲珑越发厌烦，于是赶走玲珑，叫傅英留下给自己磨墨。却没想到自己这一举动给音儿留下祸端。原来音儿见陆琪画书画的不好，忍不住开口点评了一番。陆琪听完便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音儿，让音儿来画这幅画。玲珑端来茶水时看到陆琪的眼神，便知道陆琪喜欢上了音儿，于是便计划要毁了音儿的清白。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老相好陆汉兴，陆汉兴是陆琪的堂兄，而且一直都觊觎音儿的美色，自然马上答应他会配合毁了音儿的清白。就在音儿被陆汉兴劫走后拼命反抗之时，陆琪及时赶到，拉开了陆汉兴，又生气的将陆汉兴打了一顿。与此同时，玲珑跑到音儿面前出言侮辱：“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郎君他对你那么好，你却在这里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下贱！”音儿猜到是玲珑要加害自己，更是他把陆琪引来误会自己，他生气的要打玲珑，可玲珑却把音儿推倒，音儿母亲留下的镯子也不慎摔碎。陆琪听到音儿痛哭的声音，急忙跑进屋中。他想起自己曾经对音儿示好，可音儿从不接受他，因此他以为音儿喜欢的是陆汉兴，气得甩下自己的披风便走了。音儿捧着摔碎的镯子痛哭，觉得自己不能再任人宰割。他想起陆琪对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你要是讨得本郎君的欢心，你以后要什么就有什么。于是便梳洗打扮一番，打算亲自同陆琪共度一晚，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之身。早晨来伺候的玲珑看到音儿躺在陆琪的床上，吓了一跳。陆琪也警告玲珑以后老实点，他相信音儿是清白的。可仅仅是几句口头警告，音儿当然不满足，于是他便故意画了一幅玲珑穿着珍珠衣的画像。陆琪认出图片中的珍珠衣是自己妹妹的，便严刑拷打，要玲珑交代。玲珑见一旁的陆汉兴并没有出手相助，便说因为陆汉兴私吞陆家财物，才会送自己这件珍珠衣。而音儿之所以知道这件珍珠衣，正是因为他早偷听到了二人偷奸时的对话，也知道导致母亲去世的那场火正是陆汉兴放的。他下定决心要报复二人，可他没想到的是，陆琪命人用斧龟处死了玲珑，而对陆汉兴只是说教了一顿。于是他质问陆琪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陆琪气得打了音儿一巴掌：玲珑她只是个侍女，陆汉兴再没有出息，再为非作歹，但是他姓陆。还有，你给我记住，你也只是个侍女，给我滚！就在音儿思索着下一步要如何报仇时，陆家便接到旨意，要将公主嫁给陆琪。女人为了报仇和仇人有了夫妻之实，然而仇人虽然爱她，却不得不奉旨迎娶公主。正当男人进宫准备接旨的时候，却被告知要确凭中选后才能迎娶公主。男人不会想到这竟然是公主的主意，原来公主已经有了心上人，根本不愿意另嫁他人。于是他找到女官傅柔给他想办法，傅柔便跑去告诉皇上说，公主要嫁一个文武双全的驸马，而检验的标准正是看男人能否通过确凭中选。确凭中选就是给求婚者两支箭，若能在百步之遥射中屏风上孔雀的两只眼睛才算过关。可陆琪箭术高超，根本不担心自己会射不准。然而他没想到自己面前的正是傅柔连夜赶制出来的特殊的孔雀屏风。也正因为屏风上的丝线早已被傅柔动过了手脚，陆琪拿上箭瞄准时，孔雀头部的图案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看起来十分模糊，陆琪也因此没能射中孔雀的眼睛。
这样一来，他和公主的婚事便也告吹了。虽然傅柔的计划成功了，但他也因此惹上了杀身之祸。原来陆琪告诉他的父亲，自己在靠近雀屏的时候发现孔雀头竟然在动。父亲觉得此事蹊跷，便让陆琪想办法把屏风上的孔雀刺绣拿过来。而傅柔也在担心这个刺绣，便命下人去把刺绣找回来，要毁灭证据。但手下告诉他并没有找到刺绣，其实陆琪父子已经把刺绣拿走研究，二人没看明白这刺绣到底被做过什么手脚，便准备找行家研究一下，一旦发现问题，父子俩便准备揭发傅柔的欺君之罪。可父子二人的对话被门外要报仇的女人听到，而女人正是傅柔的亲妹妹，因此在父子二人离去后，他拿起剪刀打算帮傅柔毁了证据。正在他准备戳破屏风时，陆琪突然推开门，趁着中午太阳很暖的时候，抱起女人打算办点正事儿，还在办事前对她表白。没选上驸马，我心里一点也不难过，反而特别开心。只要我一天不去正事，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开心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二人办事儿这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傅柔都在为屏风刺绣的丢失而心神不宁，因此便来和李宝林倾诉自己的烦闷。李宝林知道此事后，便猜到他在刺绣中动了手脚。傅柔也承认了自己做的事，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用猫舌花浸过的刺绣，还有用多层叠针法在刺绣上留下的胶丝，都逃不过刺绣行家的眼睛。行家只要一查，就可以识破。果然如傅柔所料，陆家请来了很多长安城有名的绣师，而傅柔的妹妹傅英驻足在门外，十分忐忑，担心他们会看出什么对傅柔不利。绣师们还拿来了特制的药水做测试，可是下人还是回禀陆琪说绣师鉴定过绣品，但是没有发现绣品有什么问题。而李宝林这边见傅柔把这样的秘密告诉了自己，知道傅柔是真的信任自己，于是便拿出了傅柔的孔雀绣品，并向他解释。知道你对陛下提出雀屏择婿，我就开始留心了。你可别忘了，我也是从丝织署出来的，又深知你那些本事，目光当然就落在绣品上了。原来李宝林凭借自己的猜测，早早就命人把傅柔的那副绣品取了回来，而用自己曾经绣过的孔雀绣品代替，因此陆琪他们捡到的其实是李宝林绣的普通绣品，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查，都不会查到任何蹊跷。而李宝林和傅柔也说好，从今往后要做后宫中有过命交情的好姐妹。然而傅柔虽然靠着好姐妹的支持成功躲过了这一劫，却没想到即将面临4个男人同时求娶她的尴尬局面。女人因惊人的美貌让4个男人同时求婚，皇上拿不定主意，便把此事甩给了皇后。4个男人连忙追到皇后宫中等待答案。皇后想到这4个人中2个是皇子，2个是朝中重臣，不敢轻易决断，便称病打发走了4个男人。而只有女人才知道他们4个男人同时求婚的原因。原来就在几天前，好色的梁王听说宫中有位女官貌美无比，便找个借口把这个女官傅柔叫了过去。正当梁王想要轻薄傅柔时，傅柔拼命的呼救，呼救声正好惊动了正在巡逻的男人。男人赶到后救下了傅柔，但梁王却说男人是刺客，于是让宫里侍卫抓住了男人。梁王因为男人坏了自己的好事，便要对他下手。可此时皇子周王也赶到了这里，他喝退了宫中侍卫，想找个借回把他的叔叔梁王也赶走，可梁王却发起了脾气，敢对本王无礼，本王一律把你千刀万剐。下官可以作证，盛侍卫是因为听到我的呼救声才来的，撞破了你的恶行，并非刺客。贱人，我绝对不放过你。梁王离开后，周王为了傅柔的名声，交代侍卫不许把此事声张出去。而这个救下傅柔的侍卫，正是傅柔的心上人盛楚木的弟弟盛楚令。因此盛楚令一出宫，便将此事告诉了哥哥盛楚木。盛楚木听说此事后，便觉得梁王好色是出了名的，这次他也绝不会放过傅柔。而周王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他本就爱慕傅柔，只是知道傅柔心中有爱人，便不想逼迫傅柔。可经此一事，他猜到梁王一定会求皇上赐婚。为了不让傅柔落到梁王手中，他一早就去找皇帝请求赐婚。皇帝还没等答应，盛楚木也前来向皇上请求赐婚。微臣对傅思言是一心一意啊，而对傅思言也是一心一意。微臣才是真的一心一意。严子方，你凑什么热闹？原来严子方正是傅柔订过娃娃亲的男人，他还拿出了定亲时的信物长命锁。皇上正莫名其妙的时候，梁王又派手下来找到皇帝要人。梁王年纪不小了，身边有没有一个知冷暖的人，
太上皇要带梁王向陛下讨个人。谁？上礼局女官傅柔。可求婚人数众多，让皇上和皇后都不好处理。于是傅柔便和好友在房中分析局势。二人猜测皇后会把傅柔许给周王，于是傅柔为了推拒这桩婚事，决定利用太子妃帮他说话。他们故意在太子妃的侍女面前说，如果自己当了周王的王妃，一定和周王举案齐眉，不会像太子妃和太子的感情那么不好。而正如傅柔所料，侍女回去后果然向太子妃学了傅柔所说的话。为了不让傅柔得逞，太子妃马上来找皇后诽谤傅柔，说傅柔在宫中曾任多种职位，后宫之中到处都有傅柔的眼线，如果周王得了傅柔，那后宫中不管发生什么都逃不掉周王和妍妃的耳目，这对太子就不利了。这番话说到了皇后的痛处，皇后多年与妍妃抗争，自然不会让妍妃和他的儿子周王得逞。于是皇后告诉皇上，希望能让苏天师给傅柔看看面相，再决定傅柔的去向。于是周王和梁王同时派人去让苏天师帮自己说话，可苏天师却从不屈服权贵，他说自己看相从来都是实话实说，双方没办法，便只能听天由命。苏天师看过傅柔后说，他虽然有福运，但是却和皇族男子相克，如果梁王和周王娶了傅柔，那此次则会有问题。众人听后十分诧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苏天师说这番话是受圣楚木所托。原来圣楚木知道苏天师酷爱下棋，便找到了一本失传已久的棋谱送给苏天泽。可苏天师看到最后发现这个棋谱还缺一页，为了得到完整的棋谱，苏天师只能向圣楚木妥协。而傅柔虽然逃过此劫，可圣楚木不希望傅柔再回皇宫，于是在圣楚木的游说下，傅柔决定和他私奔，并且在宫外私自举行了婚礼。然而深受宫中羁绊的他们却很快又要面对分离。新婚夫妻洞房后，男人便决定抛弃女人，而原因正是他看到女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而产生了误会。男人没有问女人任何原因，便主动抛弃了她。原来女人本是宫中的女官傅柔，却同时被两位皇子看上。他青梅竹马的恋人实在担心他会和别人在一起，于是决定说服女人和他私奔。私奔后，女人也深知男人有将军之才，便想说服男人回到家中施展抱负。可男人十分生气，他问是不是女人后悔没有和尊贵的皇子在一起，而且二人私奔这么久，女人都不让自己碰他。男人第一次对女人发了火，怪不得这么多天你都不许我碰你。楚木，你听我说，真的不是这样的。别碰我！我恨起来会杀人的。楚木，你听我说，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楚木。女人追到男人，二人和好以后，男人当即向女人求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二人私自结为夫妻，度过了美好的一夜。早起后，男人告诉女人，他希望两个人能平淡的长相厮守。可二人不会想到，这是他们相守的第一夜，却也是最后一夜。原来在男人出去买东西时，傅柔在街边看到有官兵在胡乱捉拿叛党，而其中正有自己的大姐和姐夫。他一路跟到衙门，发现官员准备对姐姐和姐夫屈打成招的时候，无奈之下，他现身，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在宫中掌管私盐署，领正6品咸，乃是官绅，可以不用下跪。于是他下令让官员放人，可官员却觉得傅柔虽然是宫中的6品私盐，但是却没有权利干预他断案。正在官员又要用刑时，一个声音出现了，他有本王！原来是爱恋傅柔的周王及时赶来救人，救下几个人后，周王便把傅柔拉走。原来周王早就看到了傅柔和圣楚木私奔逃走，周王告诉他，如果他们二人就此隐姓埋名，自己不会再找他们。可是傅柔竟然再次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决定对傅柔再不放手。正当周王要带傅柔离开时，傅柔并没有同意。可是周王告诉傅柔，不论是当地官员还是百姓都已经看到了他，他此时再想假装失踪根本不可能，而且还趁机威胁他。宣威将军勾引内廷女官私奔，我只要向皇后透露一点口风，你那位心上人下场可不妙。傅柔虽然无奈，但只能和周王回宫。然而圣楚木回来后却不见傅柔在房中，可就在他出来寻找傅柔时，正好看见了周王和傅柔一起出现。而周王看到圣楚木的那一刻，便回头让傅柔对他微笑。傅柔不同意，周王便出口威胁不孝的话，一会儿回长安的路上，本王可不能保证对你规规矩矩的。傅柔便只能答应，可他对着周王露出的甜美的微笑，却让圣楚木看到后彻底绝望。于是傅柔跟随着周王上了马车，回到宫中。傅柔在皇后面前撒谎说
自己走路慌张掉进了江里。皇后虽然没有轻易相信，但是也没多说什么。而很快，傅柔又在宫中再一次见到了盛楚木。原来盛楚木在私奔之前曾立下大功，皇帝听说他回来了，便召他入宫，问他要什么赏赐。在场的众人都以为盛楚木会趁此机会求娶傅柔，但盛楚木却提出要离开长安，他想为国戍边，磨练心智。盛楚木今日与从前种种一刀两断，愿边疆苦寒之地能够磨练微臣心智，请陛下恩许。傅柔在一旁听了十分心痛，但盛楚木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他一眼，甚至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傅柔，就这样决定放弃了这段感情。皇上因为盛楚木的决定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允许了盛楚木的要求，但傅柔却伤心不已。然而傅柔的妹妹傅英此刻因为怀上了仇人的孩子而伤心难受，女人为了报仇竟然怀上了仇人的孩子。更要命的是，她竟然发现自己爱上了仇人，而她意识到这一切时十分痛苦，竟然失手杀人。原来女人嫁给陆琪后一直想着陷害陆家给母亲报仇，可是这次陆琪为了保护皇后而中毒昏迷。此刻女人想起眼前男人对自己的好，竟然不希望陆琪死，于是深情地向他倾诉着自己的感情。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你别这样整了。然而就在几天后，太医诊断说陆琪已经挺过了难关，只要好好调养就能痊愈了。傅英刚松了一口气，却突然晕倒在地。太医赶紧给傅英诊脉，便说他有喜了。傅英此时神色复杂，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留下这个仇人的孩子。然而他还没做决定，就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哥哥，因为他的哥哥傅涛潜伏在陆琪手下，伺机报仇。这天傅涛来找陆琪复命时，发现傅英也在这边，十分惊讶。他们的眼神也被陆琪发现了。眼睛往哪儿看呢？漂亮也不能看呢，这是我的妾室。郎君刚刚说什么？妾室？你呀，现在肚子里怀了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不给你名分呢？虽然陆琪没有多想，但他们还是找了个机会私下见面。哥哥对傅英因为复仇所做的牺牲觉得不值得，便要想办法带他离开。可没想到两人的对话都被陆琪的堂哥陆汉兴听了去，而傅涛也很快发现了陆汉兴的踪迹。陆汉兴说想和他们联手除掉陆琪，因为只有陆琪死去，他才能在陆家立住脚跟。可傅英不同意，因为他知道烧死母亲的那把火就是陆汉兴放的。傅涛一听就对陆汉兴动了手，陆汉兴被刺中一刀，便交代出纵火一事是陆琪主谋，自己只是听了他的命令才去放火的，陆琪才是主谋。你闭嘴！你还得帮他生孩子。傅英此时已经爱上了陆琪，所以一时接受不了事实，拿过刀又捅了陆汉兴几刀，陆汉兴彻底断了气。傅英用性命威胁傅涛离开。在陆琪出现后，傅英便撒谎，说是陆汉兴要欺辱自己，自己反抗之下不慎将陆汉兴杀了。陆琪也十分信任傅英的话，为了不让父亲责罚傅英，陆琪主动揽下罪名，说是自己杀了陆汉兴。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天陆莹莹约他一起喝酒解闷，傅英以为陆莹莹醉了，不小心说出是自己杀了陆汉兴。陆莹莹大惊失色，觉得傅英太过狠毒，便离开了酒馆。傅英追了出去，却不慎冲撞了梁王。梁王见傅英长得漂亮标致，便打算把傅英抢到自己府上去。陆莹莹不忍心，便转头回去救了傅英，没想到自己却被梁王惦记上了。梁王在聊天中得知陆莹莹是陆琪的妹妹，便告诉陆琪自己要娶陆莹莹。陆琪知道梁王好色又霸道，自然不愿把陆莹莹嫁给梁王，于是回去和父亲商量。父亲却十分忌惮梁王背后的权势，可陆琪管不了那么多，他就莹莹这么一个妹妹，绝不会断送了妹妹的幸福。然而被明确拒婚了的梁王十分生气，便在朝堂上陷害陆家。皇上愤怒之时，将陆家父子关进大牢。陆莹莹急着去救父兄，只能扮作舞女接近梁王。陆莹莹撒谎说哥哥之所以会拒绝梁王的求婚，是因为知道他已经有了心上人，而他的心上人就是梁王。梁王没有轻易相信，便问陆莹莹是不是想利用他救出父兄。陆莹莹说二者皆有。于是梁王急着想当场带走陆莹莹完成美事，可陆莹莹却要梁王先救父亲和哥哥，梁王便答应陆莹莹。陆家父子出狱之时，就是陆莹莹进梁王府之日。就这样，在梁王的周旋下，陆家父子成功出狱，但却只能亲眼看着莹莹嫁给梁王那个好色狂暴之徒。女人难产时，经意外看见丈夫被人一刀杀害，
于是产妇发出一声惨叫，本应难产的孩子竟然平安出生，而女人的丈夫也根本没事，这只是为了让难产的妻子用力生下孩子的计谋，而这个计谋竟然是丝毫不懂医术的女官傅柔所出。原来太子妃生产时，接生婆出来说太子妃难产，让太子决定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太子纠结的时候，皇后做出了选择，皇孙要紧。阿娘，本宫也希望太子妃能平安，孰重孰轻，太子不可糊涂。保小，太子妃的贴身侍女苦苦哀求太子救太子妃一命。傅柔见状便说自己有一办法，或许管用。你有什么办法？产妇受到惊吓会突然用力，也许就能生出来。然而为了能尽量保住太子妃的性命，太子还是和皇后决定试一下，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小皇孙平安诞生，而太子妃也安然无恙。然而傅柔也没想到，自己救下了的太子妃不但对自己没有丝毫感激，反而变本加厉的谋害傅柔身边最亲近的人。原来太子与韩王兄弟二人出去狩猎时，太子意外坠马，从此成了残疾，而太子妃却推测此事一定和韩王有关。因此当太子妃在皇后面前提及此事与韩王有关时，皇后怒斥太子妃，是谁说他在临死之前提到了韩王？又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本宫和太子面前搬弄是非？毕竟太子与韩王都是皇后的儿子，他不希望太子妃从中挑拔，让两兄弟心生嫌隙。为了约束太子妃，还命宫女掌嘴，然而掌嘴也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天韩王妃来看望太子时，太子妃却故意说为什么摔成残疾的是太子而不是韩王。韩王妃明白太子妃这是怀疑韩王，虽然心中生气，却也不敢多说什么。然而太子妃并没有放过韩王妃，她悄悄让侍女去贿赂吴道士，让吴道士在皇后面前说韩王妃不仅没有子嗣，还会克夫。皇后喝止了吴道士，傅柔赶紧在一旁劝慰说吴道士本就是浪得虚名，所说的话不过是虚张声势。这件事传到了韩王妃的耳朵里，韩王妃猜测就是太子妃在背后搞鬼，但她不想再起争端，所以想要躲着点太子妃。然而躲得过太子妃，却没躲过太子的阴谋。原来太子自从残疾以后一直情绪不稳定，又因怀疑这件事与韩王有关，便决定教训一下韩王妃的弟弟盛楚令。盛楚令是东宫禁军侍卫。这天太子邀请梁王做客，梁王故意让盛楚令与其他士兵真刀真枪对打，以杀人流血取乐。我不打了，凭什么我不流血，给你取乐？他令是吧？把他给我捆起来，狠狠的抽！刚好此事被公主看到，她不管不顾上来保护盛楚令，却被梁王看出他和盛楚令有私情，还命令下人把公主一起打了。盛楚令为了保护公主，用力挣脱了绳索，拔刀对准了梁王。皇后此时来到东宫，她听说此事后，对梁王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于是惩罚梁王回去闭门思过，接下来开始教训太子。可太子却十分委屈，他觉得自己残疾以后就常常受人非议，然而现在竟然连自己宫中的侍卫都命令不了了。太子离开后，皇后留下了太子妃，说她身为妻子挑拨太子和韩王兄弟不和，而身为嫂子竟然眼睁睁看着公主挨打。皇后警告太子妃，若她再做错事，就将她废掉。太子妃赶出东宫。太子妃受到惊吓后，她的妹妹孙灵薇前来看她。太子妃竟意外得知孙灵薇爱上了韩王妃的弟弟盛楚俊，太子妃十分崩溃。她突然觉得身边所有人都站到了韩王妃那边去了。皇后不能信，小姑子不能信，宫女内侍不能信，连我的亲妹妹都不能信。紧接着侍女又来告诉太子妃，说她的儿子被皇后抱走了。此时太子妃身边仅有一个男人安慰她。太子妃此时也没想到自己即将因为听信这个男人的话而害死了自己的亲妹妹。残花败柳之身，还敢进我梁王府的门？女人在新婚之夜并没有落红，丈夫看着雪白的床单大声质问，那个奸夫到底是谁？女人之所以不说话，便是想保护她的第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并不爱她，只是在喝醉之后才与她有了这样一夜。而男人早上醒来后才发现躺在自己身边的竟然是陆盈盈，他一时无法接受，因为害死自己全家的凶手正是陆盈盈的父亲。可陆盈盈用恳求的语气求他和自己做一天的夫妻，男人却没有丝毫犹豫的拒绝了陆盈盈。虽然难过，但他已经和自己最爱的男人有过一夜，他觉得自己不后悔，因为他对得起自己的心意。临走前他告诉严子方，
只要他愿意，自己可以不当陆家之女，跟着严子方天涯海角。严子方却狠心离开。然而没过多久，陆莹莹便因要救父兄而选择嫁给了梁王。婚礼当天，严子方看着莹莹的花轿若有所思，他对莹莹并不是丝毫没有感情，只是仇恨让他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内心。而梁王虽然花心可在，新婚之夜还是给了女人承诺。本王喜欢美色，名声不太好，可本王向天上的阿爷发誓，以后一定好好对你。在洞房之后的梁王发现陆莹莹非完璧之身，但是为了颜面，他还是决定隐瞒此事。于是他先和陆莹莹去宫里拜见了皇上和皇后，可在回来的路上便出言警告陆莹莹，以后在外面你是梁王妃，回到梁王府，你就是连个宫婢都不如的贱人。傅柔听见后上前关心她，可陆莹莹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梁王在外给陆莹莹王妃的面子，但回到梁王府后，梁王就让陆莹莹脱下首饰服装，让陆莹莹换上普通宫女的衣服，还要作为宫女伺候梁王和别的女人。而梁王稍微有点不满意，就随意打骂莹莹，但莹莹也只能接受。可莹莹没想到严子方也知道了自己的生活。严子方听一个生意伙伴说，陆莹莹是因为不肯说出奸夫才受尽梁王的折磨。严子方心里有些愧疚，于是当他在皇家家宴上看到陆莹莹，便跟了上去。他对莹莹说自己知道她过得不好，询问莹莹是否需要他的帮助。莹莹当即便问了2个问题：放下一切，带我离开。做不到。为我从此不近女色，挥刀自宫，断子绝孙。做不到。莹莹觉得既然都做不到，就不要再多管闲事。可当他离开的时候，严子方却拦住了他，这么暧昧的举止让莹莹十分生气。你配不上我陆莹莹。而严子方再次见到陆莹莹，则是在梁王府。这天，梁王因为手受伤而让莹莹帮他包扎。严子方刚好来到梁王府，看到梁王和莹莹亲密的动作，心中涌现些许的醋意。而毫不知情的梁王还对着严子方秀恩爱。你也该娶妻了，外面玩玩无所谓，回家还是妻子好。你看看本王。严子方心中虽然不舒服，但是他没想到此时的莹莹已经在内心开始试着接受梁王。原来这天王太妃的宴会上，陆莹莹知道梁王得罪了皇上，便出来向傅柔请教有没有办法能帮助梁王度过这一关。傅柔因此感慨陆莹莹如此心善，梁王明明对她不好，她还要帮助梁王。陆莹莹则说既然做了夫妻，就要同甘共苦。梁王在一旁听到了陆莹莹和傅柔的对话，心中五味杂陈。傅柔离开后，梁王拉着陆莹莹一起去见王太妃。他问陆莹莹，如果自己真心实意的对她，她能不能忘记别的男人？陆莹莹说自己不知道，但梁王却觉得陆莹莹没有直接拒绝自己已经是不错了。梁王和陆莹莹用傅柔教的法子讨好了王太妃，皇上也因为王太妃的求情放过了梁王。然而梁王却为了尽快给莹莹人上人的生活，竟然决定和太子一起谋反，与人将有毒的糕点送给了自己的妹妹。妹妹吃了糕点便一命呜呼，而这盒糕点是韩王妃送给女人的，因此女人找到皇后要除掉韩王妃。那枣糕是从韩王府送到东宫的，太子妃的亲妹妹都死了，阿娘，你说一句公道话吧。算糟糕，韩王府确实脱不了干系，可绝不是韩王指使的呀，是韩王妃。皇后便决定赐死韩王妃。傅柔深知韩王妃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便跪下向皇后求情。来人，押下去。皇后，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不能定韩王妃的罪啊！皇后。就在傅柔被关起来的时候，皇后的诏令已经到了韩王府。韩王妃想在临死之前再见韩王一面，但来传旨的人却不肯。韩王妃无奈，只能喝下了毒酒，倒地身亡。然而韩王妃的弟弟盛楚木却把姐姐的死怪在了傅柔的头上。他觉得傅柔作为皇后身边最得力的女官，知道姐姐要被赐死的消息，若能提前告知，他的姐姐或许能免除一死。傅柔解释说自己不是袖手旁观，而是无力回天。可盛楚木根本不信，他认为傅柔就是怕得罪皇后，并说傅柔是表里不一的小人。傅柔气得打了盛楚木一巴掌，然后转身离开。可他们没想到真正的凶手正是太子最宠的男人，名叫傅水。太子妃想起那盒有毒的糕点送来的时候，傅水就在自己身边，所以质问是不是他毒害自己的妹妹。可傅水却说当时只有他们2人在场，
如果他说是太子妃下毒，那他也无法自证清白。太子妃愣在原地，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任由傅水离开。而太子妃的丫鬟双喜躲在屏风后，听到了一切。傅水走后，太子妃发现了双喜，双喜担心自己被灭口，她转身便逃，在门口遇到了赶来的盛楚俊，便急忙说出了实情。韩王妃是冤枉的，毒是傅水下的。可太子妃赶到，带走了双喜，并声称双喜偷了东西，满嘴胡言乱语，命下人将他带下去。得知实情的盛楚俊本可以装傻糊弄过去，但他不愿意，因为盛楚俊不只是韩王妃的弟弟，更是被毒死的太子妃的妹妹，青梅竹马的恋人。二人本来已经谈婚论嫁，可是一盒有毒的糕点葬送了一切，因此他拔刀叫傅水这个凶手出来。可傅水却说盛楚俊拔刀行刺太子妃，命人当场对盛楚俊格杀勿论。盛楚俊最终还是倒在了血泊当中。太子妃将盛楚俊的尸体藏在了箱子中，可没想到还是被人发现了。这天，太子妃的宫女找东西时发现了盛楚俊的尸体，而此时傅柔经过东宫，听见了宫女的尖叫声。东宫的侍卫拦下了傅柔，不让她离开。可傅柔没想到，此时盛楚木竟然杀进东宫。原来太子在外正联合梁王密谋造反，而皇上派盛楚木平反后，盛楚木一路杀进东宫，却在傅柔的提醒下见到了自己的弟弟盛楚俊的尸体。刚刚失去自己的姐姐韩王妃，现在又失去了自己的弟弟。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太子妃的恶行，便提起剑指向太子妃。傅柔怕他冲动，便拦住了盛楚木，说太子妃有罪，但要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可以滥用私刑，还拿韩王妃举例。你想想，韩王妃，她就是没有得到公正的审讯，所以才被冤杀的。盛楚木便决定等定罪后，他一定会亲自报仇。而太子妃定罪后，盛楚木提着剑再次来到东宫，傅柔还是阻拦。盛楚木却觉得傅柔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才不允许自己进去。盛怒之下，便将剑指向了最爱的傅柔。就在二人僵持不下的时候，房间内传来了吓人的呼喊：太子妃她自尽了！盛楚木经此一事，对傅柔失望至极，马上离开。可他们不会想到，此次中毒事件中，傅水的幕后之人才是最大的黑手。男人把女人绑了起来，就是不希望她回家找丈夫。原来女人的丈夫因谋反而入狱，而一直默默爱着她的男人将她骗了出来，希望她能够不被牵连。可女人却觉得她已经是梁王的妻子，即使梁王谋反，她也绝不背叛梁王，这让严子方很是气愤，张口便说出了女人的隐私之事。你真的想做梁王的妻子？那你为什么百般推脱，不跟他同房呢？你竟敢刺探王府隐私！严子方为了防止女人逃走，只能将她绑在了房中。我恨你！我活该！男人的确活该，曾经陆莹莹放低身份求他娶自己，可男人却不愿意。而当莹莹嫁人了以后，他才慢慢发现自己心中十分牵挂她。因此在莹莹被绑以后，他问了严子方一个问题：从前弃之不顾，现在为什么又回头了？失去过，痛过。然而陆莹莹却说他们以后再也不可能了，于是趁着守卫松懈的时候逃了出来。他第一时间找到傅柔询问梁王的情况。傅柔不希望莹莹作为梁王的同党被抓起来，于是带他回到自己的家中躲避。可莹莹没想到自己在傅柔的家中竟然见到了嫂子傅英，而莹莹并不知道的是，傅英已经和哥哥分道扬镳。原来傅英为了报仇才嫁给了陆莹莹的哥哥陆琪，可她不但没有报仇，还给陆琪生了孩子。但是她的仇人身份终究还是暴露在了陆琪面前。原来这天他在门外听到陆琪说已经除掉了杜宁，他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原来杜宁便是傅英青梅竹马的恋人，傅英为了报仇才放弃了这段本应该美满的婚姻。可杜宁为人正直，不愿在朝堂上与陆琪这样的小人为伍，也因此遭到了陆琪和父亲的杀害。而杜宁的死给了傅英很大的打击，他一时激愤下告诉陆琪自己和杜宁的关系，还说了自己来到陆家的目的。他说是陆琪放的那把火烧死了自己的亲娘。听完傅英说的话，陆琪有些崩溃。傅英还说自己就是为了看到陆家遭到报应才待在陆琪身边。可怜陆琪一直以为他与傅英是心心相印，却不想事实竟是如此荒唐。于是陆琪对外宣称傅英得了疯病，便将他囚禁在房中。而陆家很快便因参与谋反而被迫逃走。离开前，陆琪找到了傅英，傅英言语冲撞陆琪，一心求死。可真当陆琪拔刀的时候，傅英的哥哥傅涛见状想要杀了陆琪，傅英赶紧抱住陆琪，然后用眼神劝阻傅涛。可陆琪以为傅英这个动作是怕死，而陆琪也并不是真的想杀死傅英。
于是让傅涛将傅英带走隐居。傅涛也很快将孩子抱给傅英，让傅英回到家中。陆莹莹知道了一切后，忍不住指责傅英说她不应该为了报仇，毁了陆琪，也毁了她自己。傅英后悔，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活在一个单纯的环境中，不再复仇。而傅柔受陆莹莹所托，去牢中告诉梁王陆莹莹已经去自首了。他做这一切就是想让梁王知道世界上不是只有背叛。没过多久，梁王便收到了皇帝赐下的毒酒，而梁王也留下了生前最后一封谢罪书。皇帝告诉陆莹莹说，梁王的谢罪书上有一半都是在控诉他，因此皇帝替梁王休了陆莹莹，又将陆莹莹赶出皇宫。陆莹莹以为梁王临死前还是对自己心怀怨恨，可傅柔却说梁王写这份谢罪书是为了让陆莹莹好好活下去。因为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让他心里怀着的是宽恕和善意。然而却没想到，很快皇帝晕倒，宫中妍妃把持朝政，傅柔即将迎来新的危机。公主与侍卫约会，却被妃子抓起来诬陷二人私通。于是公主跑去质问妍妃，妍妃却说公主与侍卫私通证据确凿，让人马上审问公主的贴身侍女，可侍女什么也不肯说。于是妍妃直接将侍女拉出去杖毙公主，替侍女求情，说皇上已经给自己和侍卫赐婚，二人也清清白白的，并没有私通。可妍妃自然不听。女官傅柔得知消息赶到时，侍女已经断了气。傅柔怒斥妍妃不守规矩，动用私刑。妍妃无关痛痒的说了句自己心急了，为了表示愧疚，还命人厚葬侍女。不过紧接着便说公主言行需要约束，马上下令将公主软禁。傅柔不敢当面驳斥，但为了救出公主，她去找了李宝林商量。李宝林第二天便去找了乔嫔。原来乔嫔也育有一个女儿，是岳阳公主。李宝林说，目前皇上昏迷不醒，妍妃把持后宫后，便先拿皇上最宠的公主立威，若是让妍妃成功，那以后其他的公主日子也不好过。乔嫔觉得有道理，于是便和其他姐妹一起去求妍妃宽恕公主。妍妃见这么多人过来，便说自己就是想让公主反省反省，并不会真的为难公主。可没过几天，公主被关押的禁卫所突然起火，便向妍妃禀报说公主被烧死了。妍妃十分慌张，她知道若皇上醒来后得知公主死了，自己一定会受到惩罚，于是她命人封锁消息，对外就说公主畏罪自焚。可妍妃没想到公主被乔嫔所救。乔嫔虽然暂时帮助公主逃离了妍妃的魔，可妍妃的动作还在宫中继续，而她之所以趁着皇上昏迷时在宫中掀起腥风血雨，便是因为妍妃本就是前朝的公主，而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了报仇，不得不净身入宫，成为妍妃身边的一名内。可是妍妃在报仇过程中，也慢慢发现自己已经被弟弟所威胁。这天，弟弟想趁着皇上昏迷时刺杀皇帝，之后立妍妃的儿子周王为皇帝。妍妃担心自己的儿子会成为弟弟的傀儡，便偷偷的嘱咐儿子一定要救下皇上，因为他不想儿子的一生沦为弟弟的工具。于是周王便假意答应说要刺杀皇上，可一进门，周王却刺向了他的手下。周王还偶遇从狱中逃出来的两个哥哥，于是兄弟三人趁机将皇上救了出去。然而妍妃的弟弟得知周王将皇上救出去后，便跑过来找妍妃兴师问罪。妍妃祈求他放过自己的儿子，可弟弟却并不打算放过周王。我自残了身体，但愿做一块最卑贱的基石，捧着你。周王算什么？我为了他如此费尽心思苦心经营，他本该给我们父子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可是他居然敢背叛我！为什么不能杀周王？这么多年以来，你们对待我就像对待狗一样，呼来唤去，随意使唤。这荣华富贵都是你们母子两个欠我的。弟弟激动之下竟然掐死了妍妃，而掐死姐姐的弟弟也并没有如愿，因为皇帝在逃跑的路上醒了过来。虽然他们正在遭遇追杀，可圣楚穆的军队也很快赶来，一场宫变就这样被化解。而清醒之后的皇上将参与谋反的陆琪父亲判了死刑，而陆琪被流放岭南。可陆莹莹出现在父亲的刑场上时，被严子方看到，并将他带到了自己的船上。他无意中从皇宫获得了一张藏宝图，准备带陆莹莹起航前去寻宝，可陆莹莹却并不愿意。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严子方知道陆莹莹现在还不肯原谅自己，但他管不了那么多。此刻的他只想和莹莹在一起，不论结局如何，他都愿意承担。而皇上论功行赏时，李宝林被封为昭仪，乔嫔则升至乔妃。
同时，皇上也给傅柔和盛楚木赐婚，还特许他和公主同一天办喜事。公主所嫁之人正是盛楚木的弟弟兄弟二人同一天结婚，整个鲁国公府热热闹闹的。两对有情人历经磨难，终于修成正果。而此刻，周王和废太子分别去了自己的封地。还没懂事的孩子问父亲是不是到了封地就能见到自己的娘亲。总有一天你会见到你阿娘，等重逢的时候，你阿娘还会像以前那样美丽，像天上的仙女。